要想红石玩得好，就得学习最新的技巧。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乔哥。最近有很多小伙伴在问我的这个整合包是怎么来的，要怎么去整合，怎么去下载。那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期如何来下载 mod 以及整合我们的整合包。首先呢，我们如果要下载这个 mod 的话，推荐大家一个网站叫做 CurseForge。这个网站呢，可能你们上会有点慢。首先在我们的搜索框里面打上这几个字母。然后在第一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 CurseForge 的网站，把它点开。这里的速度会有点慢，没有关系，我们耐心等待一下。好，我们打开了这个网站之后呢，会看到第一栏这里有个 Minecraft， 我们再点开这个 Minecraft。好，我们点开之后会看到这里的光标，它会自动锁定在这个 Modpack 这一栏，这个表示别人做的一些 mod 整合包啊。但是这个别人整合这个 mod 整合包跟我们所说的这个不一样，我们要点这个 mods。点这一栏，这里呢我们就打上我们想要搜索的，比如我们想搜 Twig-Roo， 这也是我们用到过最多的一个 mod， 然后再点回车，我们搜索一下。好，我们现在跳转到了搜索界面，这里有一个 Twig-Roo， 我们点开它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一大串英文，我们也不用管，只用记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段标红的话，它的意思就是Twig-Roo 在 0.8 的版本之后需要用到 MediLab 这个前置 mod， 所以呢，我们安装这个 Twig-Roo， 首先还要先下这个 MediLab。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先这里找到我们要下载的，比如我们要下 1.14 的版本，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下载的按钮，我们点开它。好，最后会跳转到这里，我们需要等5秒钟，它会自动给你下载。好，现在弹出了下载框，我们点击下载就可以了。这里我就不下了，因为我这里已经下载好了。然后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我已经给大家准备了5个我们比较常用的刚刚我们演示的下载呢是这个 Twig-Roo， 然后 MediLab 也是在上面可以下载到，我这里就不再作为演示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Item Scroller， 这个是就相当于鼠标手势这个 mod， 如果用过鼠标手势的人应该会知道这个是怎么用的。我们待会进入游戏，然后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还有一个是 Copy 的 mod， 这个 Copy 的 mod 就相当于把我之前玩的都是直接在 Copy 的服务端里面来使用它的功能。我现在看了一下，有这个 Copy 的 mod 就可以把那个地毯端的一些功能直接整合到了你的单机里面，所以你以后想用那些功能的话，可以不用再开服务器，可以自己直接在单机里面装一个这个 mod， 然后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除了这一些呢，我们还要下一个 Fabric， 就相当于是一个接口，能够承载这些 mod 的接口。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BBOR， 那么这个 BBOR 的全称比较长，如果大家要搜索这个 BBOR 呢，可以直接在 MC Mod 百科MC Mod 百科，这个大家应该也比较清楚这个网站，我也就不多说了，你在这里直接搜索 BBOR。好，这里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这个，然后点开这个 CurseForge 的链接。前往链接就可以了，然后你再下载对应的版本。由于这个 BBOR 这个单词比较长，我就不打了，就教大家如何快速的找到这个页面就可以了。然后这里的 BBOR 大家一定要下这个 1.0.14 这个版本，然后后面是 1.14.4 的这一种。如果你下载的是 1.0.14B 的这个版本的话，你放在 1.14.4 的游戏当中，游戏会识别不到这个 mod，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最后我们要下载的就是这个 Fabric， 我们只用在搜索框里面打 Fabric 我的世界，然后还是在这个中文 mod 百科里面可以找到这样一个链接，我们再进入它的官网，前往 Fabric 的官网，这个官网速度还是比较快。这里下载就点这个 Here，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载 Fabric， 然后点击这里的 Vanilla 是原版，我们可以下载这个 EXE 或者是 JAR 文件都可以，我们就随便点一个下载就可以了。好，然后下载好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对它双击左键双击，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那么这里我们选择一下版本，然后这里安装位置就是要找到你的这个 Minecraft 的路径，只用找到这个点 Minecraft 这个，它这个是默认的路径，也就是我们正版 MC 安装的这个路径，它会自动给你锁定好，然后点击安装，安装完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重新启动一下我们这里的启动器。好，等我们再次启动这里的启动器呢，我们会发现这里多了一个这个 1.14 的 Fabric 这个启动的，点击它，然后呢，之前的这一些文件，除了刚刚我们安装的这个 Fabric 不要丢进去其他下载好的5个都要丢到 mod 文件夹
这里它还没有自动生成 mod 文件夹。这个目录呢是我们安装 MC 的目录，我们在这里面创建一个 mod， 或者这一次不用创建也可以。这次不用创建，你开游戏之后它会自动给你创建，然后全都丢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去。我们再启动游戏就可以加载到这些 mod 了。好，我们进来游戏之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是 1.13 的封面，但是我们游戏版本是 1.14， 这个问题不大。然后再点开我们的这个是我的 1.16 的存档，我们新建一个存档，我们这里新建一个存档。好，当我们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按 B 键，B 键就是这个 BBOR 的功能，可以查看，比如史莱姆区块什么出生点呢，还有海底神殿的范围以及女巫小屋的范围都可以查看。然后 X+C 就是我们熟悉的 Tweak Root 的界面。那么这个 Tweak Root 呢，这里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常用的一些功能。首先呢，我们找到这个快捷键Hotkey 这个一些快捷键我们需要设置的，就比如灵魂出窍问的最多的就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灵魂出窍这个快捷键我们怎么用灵魂出窍是这个第5栏上面第5栏，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 Free Camera， 就是灵魂出窍，我们把它设置为 O 键我的习惯是设置为 O 键，然后按 O我们就可以飞到外面来。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有一个 Inventory Preview 这个我是把它设置成了左边的 Alt 键，可以预览箱子里面的东西，比如我们在箱子里面随便放一些物品。好，我们现在就可以用这个鼠标手势直接拖就很方便。然后按这个左边的 Alt 键，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箱子里面有哪些东西。然后我们再看到第4栏，这里面还有一个功能，可以看潜影盒里面的东西，就是这个是看潜影盒里面的东西。我们把它打开，往里面随便放点东西，这样按 Shift 我们就可以看到潜影盒里面的东西。好，我们最后呢再来测试一下这个地毯端的一些功能这里可以看到我打这个 copy 的它已经有这个指令了。肯定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player 这个指令。我们比如召唤一个小伙伴召唤一个 ID 叫 X1KR 的这位小伙伴，然后点击然后后面再输spawn， 就可以召唤一个看到没，这个小伙伴它就出来了。然后这个 copy 的 mode 呢还可以看 TPS 直接输 log 然后 TPS， 我们按 Tab 键就可以看到屏幕中上方有一个 TPS。 然后这个 copy 的 mode 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统计物品的数据。比如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农场要测效率，就直接用这个羊毛把它放在地上，把东西放到 load 里面，它会被这个羊毛吸收。当然现在它并不会吸收，我们需要这里打 copied， 然后 hopper counter 这个就是 load 计数的一个功能，然后点击 true， 它就可以开始计数了。这里面的物品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放进去它就消失了，但是呢统计的数据我们现在是看不到的。我们要看的话还是用 log 这个指令，然后 counter 再打颜色，这个颜色就表示是白色羊毛。如果我们要看其他颜色的呢，就打对应颜色的单词就可以了。按一下回车，现在可以看到里面有65个物品，然后效率呢是7000多每小时。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有用的指令，就是 flipping cactus， 就是仙人掌做扳手用的这么一个功能。我们也把 True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手拿仙人掌把它当做扳手用。比如活塞，你想给它换个方向，它是可以换方向的。比如你想做什么无头活塞，对不对？然而这个是不能做的。我想多了，我以为会跟那个调试棒一样。好的，这一些 mod 呢也大概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如果还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功能我没有说到的话，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补充。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